宋将军戍边10年，功勋卓著，哀家今日做主，将封为玄王的黑狗指婚于宋将军，领旨谢恩吧。臣女领旨，谢太后隆恩。将军府传喜讯，宋华空有孕2月。什么？将军宋华空竟有身孕？宋华空怀的是谁的野种？太子殿下慎言，这肚子里自是玄王殿下的种。华空，他是哀家费心养大的儿子，至尊雍容的玄王。你成亲后，定要恪守父高，不可辜负了他。娘娘，臣女在战中失去了父兄，如今家中无丁可继，望娘娘开恩，允臣女再续香火。大胆宋华空，敢挑剔玄王殿下的不是，难不成皇家天威还不及你宋家香火来的珍贵？皇家天威，这所谓的虚荣，是我宋家军流血千里换来的。若没我父兄舍命拼打，这些贵胄早死在边族死士手下了。娘娘可还记得，10年前臣女随父兄出征，太子殿下曾追到玄武门外，当着众军许诺，若有朝一日臣女得胜归来，他愿红装10里迎臣女入宫为妃。臣女敢问一句，当初的诺言，如今为何不作数？宋将军，太后念你劳苦功高，才将心爱的玄王殿下托付于你。10年前的戏言，也要拿上台面来说吗？当年太子殿下年纪尚轻，又被将军恋慕，一心想为国分忧，才好心宽慰于你。如今别说是太子妃，就算是做妾室，储君房内的人定然要是芳华归风才对。宋将军怎么不自问芳龄几何？本将军20有7有何不妥？想要芳华之人，自然年年都有。只是本将军戍边10年，为百姓谋生，在丞相眼里，数千万百姓的生命，皆不如为太子殿下开枝散叶来的重要。忠孝，当真忠孝啊！华空，你失言了。今日哀家念你许久不在宫中，礼节生疏，不与你计较。下次再犯，哀家只得视你为居功自傲，多加严惩。呀，娘娘教训的是，臣女失言了。只是话都到这儿了，臣女便再多说一句，当年婚约之事，全然是太子殿下一心赤诚。丞相说臣女爱慕殿下，着实谬他。若不是当初父亲让臣女信守婚约，如今臣女府上的幽灵恐怕要住满院了。当初我情窦初开，最喜他这份桀骜，还好随父出征了，否则年华渐逝，我终会认清自己是如何所托不仁。这把剑是他的心头刺，剑柄中藏着先皇御赐的密诏，宋家子孙非谋逆大罪皆不受过。我今日顶几句嘴，谁能定我的罪？皇祖母，孙儿确实曾经说过要与宋家结亲，只不过不是宋家嫡女宋华空，而是宋家次女宋叔叔。哦，什么时候的事？你竟不告诉哀家？自然要挑吉日，今日便是吉日。孙儿已经让人带他来了。那女子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宋叔叔，我爹外侍养的。若不是他临终前哭着托我照顾，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个人。如今看来，他已经给自己找了个肥差。李玉成给他画的饼，估计不亚于当年追出玄武门的真诚。长姐，请您不要责怪太子殿下，叔叔能够得殿下灵怜，不过是惜我年幼，模样也堪堪过得去。若长姐年轻10岁，皮肤也不似风吹日晒这般颜色，殿下定是怜惜长姐的。好一副明褒暗贬的贱人样！当年他娘就是这么2、3句捧己杀他，让我娘落得个妒妇失德的罪名。还是不要叫长姐吧，你娘到底没入得了我宋家祠堂。叔叔姑娘还是莫要忘了自己亲娘的姓氏才好。入不入祠堂有什么关系？叔叔总归是宋家的骨肉，是宋老将军和真正所爱之人的女儿。若她在世，定是将叔叔爱如珍宝。果然只有渣男才能将渣男的恶心诠释得如此出色。殿盖定是极为爱宠这位叔叔姑娘，不知是否有意正聘，求娶叔叔姑娘做太子妃。我自会给叔叔名分，只是这宋家香火已经有更年轻漂亮的女子帮将军代劳，自是不用将军再操心。自然玄王乃千金之体，被国师亲自接生，与凡胎不同。若能让将军一举得子，实在是宋家之幸，黎民之福。太子说的极是，华空，
哀家还等着抱孙儿呢。这祖孙二人属实欺人太甚，就差直接说让我与狗苟合了。这俩祖孙空有野心，蠢得可以。为人君者，公然轻降功臣，只会让公正之人寒心。也好，我会让他的恶行更明显一些。华空，你笑什么？太后，若我今日仗剑抗旨，誓不嫁与玄王，您当如何？华空，你不要仗着有先帝御赐的宝剑就为所欲为。大胆！剑保得了你一人，你那些下属将士难道就不会因为劝谏之责而获罪吗？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用不了半晌，太后拿全体将士性命要挟嫁给狗的潮闻就会遍布全城，这就足够了。罢了，将士们同我出生入死，我又怎会连累？既然娘娘如此信任华空，华空领旨便是。自宴席散去，宫中流行2套说辞，一套是太后奉威镇压反叛，一套是宋将军冤屈被卸磨杀驴，沦为犬妻。在这皇宫，第一套声音自然盛大，上位者的局限性便是这般一叶障目。黑狗大多黄眼，蓝眼是天生劣种，活不长。太后费心把它养得膘肥体壮，性情柔顺，实则极易发疯咬人或暴毙。到时无论我死还是狗死，对他来说都百利无害。长姐，父亲临终前来信说他命你好生照顾我，你就是这么照顾的。善妒的女人最丑陋了。长姐如今这把年纪，这副越发与男人无异的样貌，还敢肖想龙姿凤张的太子殿下，当真是被边疆的风吹傻了。若不是她长得貌美，眉眼如黛，我还以为她在说自己。这长相一半像他娘，一半像我爹，看得我好生晦气。他不来找我，我也终会寻他。现在他送上门，倒省事了。你很狂啊，当真不怕我手中的剑？长姐，你这般恨我，无非是我年轻貌美，抢了你的男人。可惜你那把剑护得了性命，却阻止不了太子殿下对你的厌恶。你若用它伤我，殿下定恨你入骨，到时就算你还有命，他也不会再看你一眼。长姐，你莫要做这种反叛之事，企图再次引起殿下的注意，又不是画本子，不可能的。别学你的母亲，太可笑了。她算个什么东西，竟认为自己能触我逆鳞。这女人吃我宋家饭长大，每一杯茶，每一匹缎都是争得我的份力。她在学如何媚男人的时候，我正被我娘逼着读兵法练银枪。我在边疆苦寒之地，凭女儿之身做百夫长，从被士兵嘲笑变低到凌驾众军之上。男人在我眼里和狗差不了多少，无非兽性慕强。难道太子有何不同？不过长得俊气些，也跟狗一样。也就是宋叔叔这种女人，看得上他，看不透他。叔叔啊，你说的这些，在你看来确实有道理。可惜，你的格局害了你自己。我的鼻子！宋华公，你好恶毒！你毁了我！你完了！太子不会放过你的！你怎么能这么狠？爹让你照顾我，照顾我！对啊，爹临终前特意把我叫到床前。他让我照顾你一生一世，让我给你找个好夫婿，保你荣华。可是我没答应啊，我没答应他。我不但没答应，还看着我爹那张充满虚假史局之情的老脸说：“你这么舍不得他呀？你等着，我很快送他来见你。”这个爹当了一辈子爹，却还是不了解我。这个妹妹自认天下女人都和她一样，大错特错。叔叔，宋华空，你个贱人，你敢动他！宋华空，你是不是疯了？在这宫里就敢行凶，真当本宫治不了你？太子也不明白，
什么忠孝，什么教义，那是我父亲的坚持。他死了，这场游戏就归我了。宋华空，你给本宫站住！宋华空，今日不给叔叔一个交代，你走不出这道门。宋华空，这笔账本宫迟早要找你算清。太子到底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和我心里都知道，无论是灭掉我还是杀了他，今天都不是最好的时机。带回去医治。不知道他毕生所求的名分还能不能如愿。美貌对一个女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对李玉成来说，那就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她没了鼻子，也就没了太子妃的命。将军九死百战狂，一入宫馗变鲛将，战功难换君心悦，不嫁男郎嫁犬郎。歌词很直白，指责上位者不念军功折辱于我。我披上嫁衣，也不过是可怜无助的女子罢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咱们将军战场上喊打喊杀确实威风，我还以为回来能嫁个正经贵族，谁能想到嫁的连个男人都不是。咱们跟着这种女人真是太晦气了。将军，闭嘴！将军，今日是您的大婚，还望将军开恩。军中非议主帅，按律当诛。念在旧勋领50军棍，现在就打！完喽，这下连狗都不如喽。狗子还能下小狗，你们这几位怕是这辈子都生不出小人儿了。他们自恃立过功，以为我会一笑自战，怎么可能？我忘不了。一个女人妄想杀敌，脱了衣服给我们暖被窝才合适。他们以为共死过我就没记性了，错了，我只是给他们时间得意，再让他们狠狠摔死。将军饶命！咱们兄弟当年也共过生死啊！将军，谁跟你们是兄弟？我和你们从来就不是一个阵营。听着这种声音，我心情真是舒爽极了。别急，你这新郎官确实有几分派头。憋了一整天了，也该憋坏了吧？出来！过来，瞧你这副样子，狗似的。怎么，又不想当人了？华空，抱抱。如你所愿。少年的身体真好，激情厚重，像是一往往的冲锋陷阵。这副身躯最适合我这种在边疆磨砺了10年的女人。一夜春风化雨，我觉得自己起码年轻了5岁。华空，舒服。行了，别腻歪，起来吧。离神，过来。给你找了个兄弟，你自己看看，和你像不像？我觉得像极了，都有一副未开化又呆又狠的傻样，尤其是那对蓝眼睛，简直一模一样。不要！谁跟他是兄弟？滚！让他滚！华空，别看他，看我，只看我一个。小样，占有欲还挺强。少年叫离贤，我给他起的名字。他是边族从小培养的死士，狭窄阴暗，比体型小2/3的木箱子，那是他们唯一的睡床。我曾以为那些箱子里装的是粮草，带队冒着2败俱伤的风险去拦截，结果只带回来一只箱子。他们只是用来打仗的工具。我并不是同情他，而是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战争样本。这是我建功立业的机会，我绝不放手。离贤不明白为何孤身一人的自己会被拥抱，或许在他仅存的碎片中，这像极了不足满月时的襁褓，所以他误解了，他以为我在对他好。我看着他，心口莫名被挠了一下。缺爱的孩子最容易感恩戴德，受化的离贤对我这个第一个对他好的人忠心不二。那里，领头，阵法，走3步，退1步。我因此扭转节节败退的局面，一举摧毁了边族最强战力，宋家军的威名这才真正稳固。后来，
我协攻加爵，宋家军中不再仰仗父兄威风，他们愈发看不惯我，却又不敢干掉我，因为他们打不过边族，更连我身边一个10几岁男孩的嘴都撬不开。他们只是没用的东西。华空，我一直不喜欢你，你这性子太像你娘，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比牲口还犟。我娘，她是个孬种罢了，堂堂侯府嫡女，被你冷落忽视20年，只会躲在屋里骂你咒你。她因为爱你不肯和离，在后院蹉跎致死。爹，我不像她，我自小不会爱人，只想杀人，就算天要亡我也要把这天掀翻才行。掀翻天地有些难度，所以我学会了忍耐，可我又偏偏表现得够嚣张，所以没人知道我一直在忍耐。华空，开心？开心，因为有件喜事。李显，你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与这条狗成亲了。成亲就是要我永远和它在一起，还要和它生出小崽子来。不要成亲！我不许你跟他在一起！不要啊，华空，他是狗，他只是条狗啊！不要和他生崽子，你跟我生，好不好？好不好？我也想同黎贤成亲，可是有人不许。谁不许？我去除掉了他。那个女人，你打不过她，现在的我也打不过她。好了，别哭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偷偷嫁给你的。你看，刚才咱们做的那些事儿，就是只有夫妻能做的，要生崽子的事儿。我不骗你，咱们才是真正的夫妻。李显，你听好，虽然咱们做了夫妻的事，但没人知道你才是我的夫君。你会难过吗？他不明白不被人知意味着什么。这些年，他行军藏我床底，杀敌隐于暗处，回府窝我房中。他的世界只有我，他也从不愿和外人打交道。可现在，我需要他走到阳光下，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有夫君，那些人就会趁你不在的时候，跑来强迫我跟他们成亲，就像那条狗，也像外面的那些男人。不许！要让人知道，我要让他们全都知道。第一次，我在他眼中看到了除了情欲以外的野心，那是一个被当成牲畜养大的怪物，想要作为人被看见的欲望。好，既然你想被看见，那你就得吃点苦头。我不怕苦，只要能让他们知道我是你的，什么苦我都吃。从明天起，你要和这条狗做兄弟，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不仅如此，我在人前还要装作非常喜欢他、非常宠溺他的样子。非要喜欢他吗？他连话都不会说。必须喜欢。李显想反悔，想闹脾气，但他知道答应我的事如果反悔，我会不再要他，所以他只能勉为其难的和玄王做兄弟。玄王真乖，比某些只会冷脸的人强多了。吃醋了，今晚补欠你。黎贤这几晚格外卖力，事后眼神挑衅地看着被拴在远处的玄王，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炫耀。夫君，今日宫里的点心可还合口？荒唐，简直荒唐！堂堂一品将军，光天化日之下竟于犬类，真是不忍直视。宋家的脸都丢尽了。你们听到了吧？那晚房里的动静，除了摇床声，
还有玄王的叫声。将军这胃口当真不是一般的重啊！我的府邸守卫森严，嘴却不严，尤其是那晚被打的那几个。如今无论是官场还是市井，都传遍了我和玄王的运势。宋将军，太后召见。走吧，夫君，咱们去给娘娘请安。宋将军与玄王殿下当真是如影随形，夫妻和睦。可我是太后亲赐的婚姻，他们本能地认为我伤风败俗，表面上还得恭恭敬敬赞我一句，这就是我要的羞辱。宋将军不愧是男人堆里锻炼出来的翘楚，胃口当真好，哪怕是一只公狗都能欣然笑纳。若当年婚约照旧，不知将军对我是否也能如对这畜生一般亲热？那自然是不同的。殿下请看清楚，我夫君已封王爵，而你却还只是个太子。圣上病重，殿下年过而殿，却尚未获监国之权。说到底，不过是被太后养在东宫的一只小宠物罢了，哪有我夫君王爵家变、万民称谢来的风光？宋华空，你少在这阴阳怪气！一条畜生罢了，不过是皇家用来折辱你的手段，你还真把他当个宝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想让人看圣上为君不仁，诉你宋家冤屈。可惜你是个女人，谁会真正在乎一个女人的公道？你父兄都死绝了，你不过是侥幸捡回一条残命。凭你一个人，你觉得你真能撑得起这宋家将军府？你当这朝廷的兵都姓宋，靖远侯府的长孙苏晨就要从东隅班师了，就连明威将军的后代也都渐渐长起来。这将星可不缺你宋华空一颗。华空，一条狗给不了你任何东西，靠你一个人，这宋家府邸撑不了多久。我同你毕竟还有当年的青梅情谊，我真的不忍心看你落到这种地步。我说太子殿下，咱们那位未来太子妃的鼻子现在是不是已经深到见骨头了？伤口是不是整日无法愈合？里面是不是已经开始腐烂了？殿下您这般高洁，怕是着实下不去嘴吧，更别提让他为你生个孩子了。没有宋氏血统的孩子，你拿什么去拉拢我爹留下的那些老将？看把你急的！宋华空，你太恶毒了！你这个女人，眼里没有同胞，没有君臣，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是的，我这人浑身都很毒，生出的孩子只会更毒。殿下您这么高洁，确实消受不起。当年我赠你的全还我，一拍两散。宋将军，殿下说了，旧物既然要还，那就还个干净。哼！看来李玉成真是气疯了，竟然连这些穿过的旧靴和腰带都一并还了回来。好，还个干净，正合我意。夫君，你好像很喜欢这上面的味儿。我把他关了整整2日，除了水，我什么都没给他。饥饿会放大他的兽性，那些气味会成为他唯一的假想敌。真是一条听话的好狗。她是我的心腹，她亲眼看着我如何用20板子打死那些嘴碎的刺头，我父亲留下的那些老顽固，他们不死，新人怎么上得来？所以这些人惧我，更对我感恩戴德。加在他的水里，从明天起，给玄王喂活物，兔子、活鸡，再到猎犬，直到他能一口咬死比他大1倍的藏獒。末将领命。离贤最懂兽性，他在暗中帮忙训犬。我要他保证，在这高强度的疯狂折磨下，玄王这先天不足的虚架子体魄，在外人眼里依然要看起来完好无损。这2个月，我只做3件事：修书、施粥、求子。李玉成有句话没说错，我年纪确实大了，有些事情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多好的将军啊，被逼着嫁给狗，还要为了宋家香火受这份罪，这是造了什么孽？天天不做人，皇家坠狗下凡尘。将军子夜梦犬笑，咬得娘娘哇哇叫。这诗是嘲讽当今太后的，流传太广，
官员不好追究，在他们看不上的民间，才是传说流传的温床。东爵大捷！太子殿下，侧妃有喜了，恭喜太子殿下，贺喜太子殿下，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是喜脉，神话成真了。苏晨回朝，神话成了奇迹，我怀孕了。传太后懿旨，宋华空速入宫回话。传话给公公，就说臣女胎相不稳，实在受不得教撵颠簸，难以面试。我在奏折里写得清清楚楚。指婚那天，太后和太子可是亲口说的，玄王乃千金之士，国师皆生，气运非凡，若能让我一举得子，那是黎民之福。臣女感激娘娘昔日金口预言，偿臣女夙愿。这老太婆没想到，当初得意时的戏言，如今成了砸她自己脚的石头。她知道我在撒谎，可她没有证据。宋华空，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太子殿下火气这么大，可别惊动了皇叔的血脉。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孙俩一力担保，视作坚实后盾的靖远侯，竟然坐在这里跟我喝茶更惊悚的事？苏晨，你怎么会在这里？殿下误会了，臣只是念在两家父辈就义，刚刚办事，特来恭贺将军有喜。臣不过做了半炷香时间，绝不多做停留，现在就走。恭贺，本宫竟一直不知道，靖远侯和宋将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要好，连他肚子里那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你都要抢着上赶着来照拂。太子殿下慎言，本将军的孩子名正言顺，自然是玄王殿下的骨肉。殿下刚才那番话，怕是对皇叔大大的不敬了吧？子元，你怕什么？咱们之间清清白白，问心无愧。就算是太子殿下，也不能空口白牙的污蔑咱们的关系。子元是苏晨的字，非极亲近之人不可知。李玉成身居东宫，哪里知道苏晨是个流连花丛的浪荡子？这字在花街早就传开了，在他眼里，这分明是两人私相授受的铁证。宋将军，你……苏晨终于明白他中了我的计。今早我派人寻他品茗，他本是不愿来的，谁想掺和这桩丑闻？可没法子，他欠我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在他抵抗东爵那段岁月里，我整日找人给他送去行军布阵的密信，除了联络父辈那点微不足道的同僚情谊，更多的是在救他的命。东爵的进犯远比边族弱，可苏晨太年轻，空有太后的宠爱，却毫无实战经验，领着比我多1倍的兵，几场小打小闹竟费了3年之久，身边早无可用之才，眼看着原本的优势变劣势，就要节节败退。我命人抓捕逃兵，套出战况，一口气写了10封信送去。苏晨走投无路，只能采纳我的建议，这才捡回一条命，得胜归来。他好大喜功，自然不敢对外泄露我的半点功劳，但这人情他欠下了，把柄也落在了我手里。我请他来品茗，他敢不来吗？好一个清清白白，好一个子元！殿下，不是你想的那样，臣真的只是……很好，苏晨，你这个靖远侯，当真是当得越来越像样了。本宫倒要看看你苏家的恩典还能承袭多久。真是花猫变不成老虎。我说靖远侯，你就这么怕他？莫不是小时候被他揍过？宋将军，你何必明知故问？我自小受太后恩惠，太子更是待我器重。你今日这一出，分明是诚心挑拨我与太子的关系，你到底是何用意？现在的他还不够格听我的计划。我这人最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今天这水他不下也得下，下水便下水了。这份人情你今天就算还清了，至于能不能上岸，那是你自己的事。来人，送客。我有这功夫，还不如回房去撸我的玄王。他毕竟是那祖孙俩养大的，
比起我这个携恩图报的债主，他更信赖那个时不时抽他耳光的主子。可惜，主子不想要他了。传太后谕旨，靖远侯苏晨进荣恩爵。不出半月，苏晨原本带回来的心腹副将被纷纷调离升迁，府中的兄弟也被太后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分派去各地。苏晨成了孤家寡人，这爵位听着好听，却让他没了实权，比侯位差远了。时机到了，去荣恩爵府，记住，无需进去，你就站在大门口，拉着他们的门房寒暄两句，把这信露出一角，做出个报信的样子来，给外面的眼线看。末将遵命。一盏茶后，你带着玄王去柳枝边的花船。给本宫围起来，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是。宋华空，这个不要脸的贱人，滚出去！谁敢进来，本宫剐了他！放肆！滚开！护驾！护驾！放开我！荣恩爵，太后有请。放开我！本爵是来献殷勤，不是来探望殿下的。玉成，玉成！请太后娘娘给臣女做主啊！太子殿下趁臣女在柳街小船上落单小憩，竟滥用权强行闯入，他竟企图轻薄臣女这个皇婶。若不是玄王殿下心系臣女腹中的胎儿，在岸边听到臣女求救及时赶来，臣女今日定被殿下凌辱，一尸两命了啊！娘娘，轻薄，玉成他，请娘娘明断，臣女名节已毁，腹中更是皇室血脉，殿下此举简直是丧心病狂，天理难容。是你，明明是你，你和苏晨私通，被本宫当场抓获，已经纵狗伤我，毒妇！你这个毒妇！冤枉！娘娘，殿下，臣不知为何会有这种误会，臣真的没有啊！陈宇将军是清白的，你还敢抵赖？四儿，滚进来！娘娘，小的昨日亲眼看见宋将军派人去荣恩爵府上传消息，今日他又乔装打扮去了荣恩爵常去的柳巷。殿下觉得事有蹊跷，为了维护皇室清誉，才带人去划船查探。殿下这一片护国之心，天理昭昭啊！华空，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太子殿下说查探，就是要把所有护卫都赶走，在封闭的船舱里单独查探臣女的身子吗？娘娘明鉴，臣今日确实在柳巷，可臣连宋将军的面都没见着啊！按你的说法，荣恩爵今日现身了吗？他人在哪儿？是在那条花船上，跟我在这众目睽睽之下私相授咒吗？小的只是看到殿下进去了荣恩爵，说不出来了。那我让你看点能说出来的。看看这一身伤，太子殿下口口声声说查探，实则是兽性大发，想要强夺臣女。臣女这一身伤痕，皆是他轻薄的证据。华空，你这是做什么？先把衣服穿好。真好笑，我要是他，就会见怪不怪，连狗的孩子我都愿意生。我的人生有远远比名节重要太多的东西，名节不过是我杀人的刀。太后，他是污蔑，是这个毒妇在污蔑本宫。宋皇后，明明是你自己伤的，是你嫁祸我。太后，求你做主。娘娘，当时柳街河岸围观的百姓成百上千，您如果不信，大可随意抓人来问。我与殿下在船舱争执时，护卫数次想要闯入，
是谁亲口喝退了所有人？是你李玉成。你若不是心存不轨，何必心虚到不敢见人？没错，就是我设计了你。我引你来捉奸，趁你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撕碎了衣服，抓烂了肩膀。是你那虚伪的名节官让你下令喝退护卫，自掘坟墓。既然你当初敢随意搓弄我的名节来捧绑我的一生，就别怪我今日反咬一口。我又不贱，凭什么放你一马？既然如此，可太后身边从不缺能水搅浑的狗头军士。老臣听闻殿下受辱，事关重大，请太后娘娘准许老臣入殿陈情。宋将军，老臣劝你莫要太抬举自己的姿色。太子殿下与你们宋家早有婚约，他宁愿纳你那失了鼻子的妹妹为妾，也不愿娶你为妻。哼，如今他放着年轻貌美的不要，又有何理由来轻薄你这副粗鄙模样？真奇怪，伤口明明白白长在我身上，丞相大人不问太子为何枉拒人伦行轻薄之事，反而来问我这个苦主的长相。若这世间的女子连被轻薄都要先论姿色，那丞相您理应立刻回府休了原配夫人，转而娶那外室为妻。毕竟在您心里，那外室可比夫人貌美可人多了，不是吗？太后娘娘，殿下与将军各执一词，臣等不敢妄断。但自古将领之间私相传授，结党勾郎，此乃亡国大患。宋将军今日与荣恩爵在这柳巷偶遇，实在亲近的有些过分了。臣斗胆，请娘娘暂且收回二位手中的兵权，移交刑部多加询问，待去了疑心，朝中上下方能真正安心。大人的意思是说我宋家世代忠良，偏偏到了我宋华空这一代，就凭空生出了反叛之心。既然如此，这先皇御赐的宝剑，臣女当真是不必再执了。将军教训的是老臣莽撞了。将军忠良，自是不会做有伤大统之事。那么便有劳荣恩爵受苦，交出兵权，随老臣去刑部走一趟，接受排问。只要交代清楚，您同宋将军的清白，自然皆可分明了。陈儿，你是哀家看着长大的，又是荣恩爵，只要你肯招供，朝中那些多舌之人定会心服。陈儿，为了你自己，也为了皇室血脉，受苦了。谁？终于被这群老狐狸彻底搅浑了。他们捕到了想要的大鱼，保一争二，办不了我，废了苏琛这个已经生了嫌隙的侯爷也是好的。杀谁？当然是杀弱者。可惜他们太狂妄了。高位者总认为弱者的颤抖是因为害怕，可那只是聪明弱人的反应。愚昧的弱者往往是在用颤抖掩饰他即将到来的疯狂。我见过这副模样的苏琛。在他10岁那年校场上，他的父亲开玩笑，让几个儿子搏斗，谁赢，谁就是最勇敢的儿子。当时众人都以为他只是一具晕过去的假尸，可就在谁都无法预料的一秒，我那时便知道，有一种人濒临险境时的颤抖，不是害怕，而是兴奋。他在设想自己的绝地反击，身体承载不住那种极端的兴奋，才会发抖。我在一个死到临头的赌徒身上也见过这种抖。他出老千被抓，我问他抖什么，他说我活得太平凡了，所以我太想成功。你这种穿贵衣服的人不会抖，不懂吗？我太抖了，我曾经也这样没日没夜的抖，后来成功了几次，见惯了血，便不再抖了。陈儿，你快去刑部吧。陈儿，只要你把宋将军如何引诱你、如何私通的事交代清楚，哀家保你荣华富贵。娘娘，臣真的。荣恩爵，太后娘娘这是在给你机会，你可得好好把握。为什么？可这跟我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做，我没想和他有牵扯的。为什么要抓我？我不懂，我是很忠心的，我忠于太子，我忠于娘娘，怎么就不信我呢？要怎么才信我呢？我是很忠心的。或许我比他们更聪明，也更幸运，所以我很清楚，
苏晨这种人虽然听话，但绝不会交出兵权。那是他最后一块能从地上捡起来砸人的石头。太后娘娘，荣恩爵身份尊贵，把他关进刑部大牢，难道是把他当成囚犯了吗？拦住他！玄王疯了！顾家，快拦住他！快呀！苏晨，你竟敢杀了玄王！你杀了我孩儿的亲生父亲！不是我，荣恩爵救驾有功，荣恩爵斩杀玄王殿下，救了太子殿下。禀娘娘，奴才真的是用最结实的绳索拴住玄王的。不知玄王殿下今日中了什么邪，突然疯狂撕咬绳子，甚至生生挣开了金刚锁链。奴才有罪，娘娘饶命，饶命啊！娘娘，荣恩爵于乱中斩杀疯犬，实乃救驾之功。若非荣恩爵临危受命，太子殿下恐已遭不测。杀玄王实属无奈之举，请娘娘开恩，荣恩爵罚不得。娘娘，民间采石官传回急报，近日全城皆在传唱一首打油诗：皇天下凡尘，将军自夜梦犬啸，咬得娘娘哇哇叫。百姓皆以为玄王是天狗化身，若此时传出玄王在东宫恩爵战杀，怕是民情激愤，难以镇压呀。百姓愚昧，他们晓得什么？不过是群听风就是雨的蝼蚁。你们为朝廷办事，要懂得雷霆手段，镇压惩处，不要学那些妇人之仁，太过仁慈。他当然不在乎民情，不然他也不会蠢到逼一个护国将军嫁给狗。他生于优渥，儿子争气，杀伐夺权从未让他费过心，让他以为这天下尽在鼓掌。可惜他那争气的儿子命数太短，如今皇帝重病，李玉成半废，他乱了分寸。他越是想扶植傀儡保住这摇摇欲坠的凤位，就越是显得慌不择路。荣恩爵，当初太后指婚羞辱我，他们不反对，是因为宋家并非独大。可如今不同了，太后的亲信苏晨被我拖下了水，他们之间的信任早已支离破碎。这满朝文武，此时站队才是关键。太后，你就太后可以不顾百姓，绝不能失去这帮朝臣的拥趸。传旨，荣恩爵斩杀玄王，救驾虽有功，但惊扰圣灵。即日起禁足府中，兵权移交之事暂缓执行。玄王的尸首在夜里被抬回了将军府，为了平息非议，对外只说是在我府中暴毙，不许任何人声张。宋将军，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这样害我？苏晨，事到如今，我只问你一句：反还是不反？宋华空，你这是在逼我谋反！不是我逼你反，是他们逼你反。谁逼我？太后，还有那位躺在床上的太子。不可能，太子绝不会这样待我的。我们自幼一同长大，我事事听他的。刚才我还亲手杀了玄王，救了他，他会保我的，他一定会保我的。7日之后，我会派人去你府上，到底是要跟着他们死，还是跟着我活？想好了，告诉我你最后的决定。太后懿旨：玄王虽贵，但终究不同于凡人。国师测算，命将军不许用人的棺椁发丧，尺寸仅限藩王规格的1/3。我知道，他不过是想要泄愤，想告诉我畜生就是畜生，即便我肚子里真怀了皇室血脉，别人看他也照样是畜生。这种表面折磨人的功夫，只对那些深闺小姐有用，而我，除了性命，连自尊都可以舍去。他看向我的眼神迷离且纯粹，这副吃饱喝足的神情，同死去的玄王吃完生肉后，简直一模一样。等会儿要做的事，怕不怕？不怕，只是臭。以前你浑身裹满屎尿的时候，可从没嫌过臭。以前我是狗狗，当然不怕臭。现在我有华空，我是人了，人会怕臭。为了华空，我什么都愿意做。等我，娘子。
天狗下凡了！当真相从那畜生腹中长出个活人来。鬼呀！公公，到底看清了什么？我亲眼看见这人从那么小的盒子里活生生窜出来了！天降神子，国之大喜！天狗下凡，国运要易手了！丧钟轰鸣，响彻云霄。皇帝驾崩的消息传遍皇城，却无人哀悼。救不活太子，你们通通陪葬！他不是为了救皇帝，只是为了守住他那唯一的希望——李玉成。殿下，喝药。太子薨逝，某叔叔腹中不足3月的孩子也随之流掉了。太后最后的筹码彻底精零，一个不留。开门！明威将军，明威将军留给太后的那5000骑兵，个个身怀绝技，擅长飞天暗杀。那地方易守难攻，咱们怎么反？那可是死路一条。明威将军是战神不假，可他死得太早，也死得蹊跷。先皇临终前夜夜呼唤他的乳名，那是求饶。太后以为握着这5000骑兵就能稳坐江山。走，带你去看个好东西。这是什么怪物？鹰隼身形小，尚且不能百发百中，可明威将军那些亲兵的身子比鹰大得多。你说我有几成胜算？9成，不10成。宋华空，你竟然暗中操练血滴子！这900兵从现在起归你统领。苏晨，你要活就得由你来打这头阵。捕龙一抛，见血封喉，任凭对手如何飞天遁地，这脑袋都要被摘下来。这东西难练也难练，需要足够敏捷的身手和足够强壮的躯干。这900个兵全是我从边族收来的战俘，个个比本土兵更强悍。我给他们娶了妻，生了子，他们这辈子的命就都卖给我了。宋华空，你不是在跟我合作，你是在救我。如果刚才执意要领兵去护太后安危，两军对阵我必败无疑，你为何要费尽心思救我？将军职责攘外安内，攘外可不计后果，那是9死1生的拼杀。可安内又何必多费我宋家兵的一兵一卒？玄王显灵了，玄王复生了！他不是玄王，也是玄王。如今天意要改国运，皇帝和太子都死了，唯有复生的玄王是唯一的皇。苏晨与我不过是顺势而为，拥玄王离贤为皇。杀！我军在拥有血凋零的情况下，依旧折损了15000名精锐将士。经过3日3夜的血战，即将那些顽抗的残兵彻底收服。将军，这些人已投降，是否收入麾下？这些兵个个练成了死士，即便投降也不过是诈降，心里只想着卧薪尝胆，等个报复的机会。我没什么大格局，更没兴趣调教这群随时准备咬人的猛虎，全部斩杀，一个不留。华空，你就算把哀家拖下去，哀家也曾坐在那高不可攀的凤位上，而你爬得再高，终究是从下面爬上来的，是吗？君就是君，奴就是奴，你改不了骨子里那份卑劣的血。谁是君，谁是奴？不，别打了，好疼，疼死我了！谁高贵，谁卑劣？别打了，求你是君，是我卑劣，我卑劣。看这高贵的血脉，改变起来竟是这么简单。苏晨，了结他。我若动手，就没这么利落。等一下，华空，告诉我，如果我当初没让你嫁给狗，你还会杀我吗？你到底是何时想反的？是玉成悔婚的时候，还是你闹着要随父兄出征的那年就已经？你的问题太多了。你觉得我看上去是很闲的人吗？画匾子里的恶人才会给人答疑解惑，而我就是单纯的恶。他这哪是想要答案，不过是怕死的本能，想多拖延几秒罢了。杀！翌日，
玄王成了玄帝，国号没改，我不在乎，便没人在乎。尽管复活那天他已见过无数跪拜的百姓，然而此刻再次被这满朝文武的权力核心所拥御，他依旧显得有些坐立难安。我曾告诉他，当我胜利的那天，他将同我一起拥有这全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会得到他最想要的任何东西。我要你，皇王万岁！我要你。我相信他是真心的，只是他还太年轻，不明白权力的滋味，更不知道坐在这个位置上意味着我们注定要走上一条血洗人性的死路。启奏皇上，皇后娘娘死人了！离贤，你先回去，这种暗阿杂事不必污了你的眼。满盘皆输，死的当真悲屈。死在宋家祠堂，竟换来一个入宗祠的机会。不公，这世上哪来的公道？其实，如果他不是外室生养的，我也不会讨厌他。人人皆为己，自私了便看不到别人的苦。娘，你说咱们宋家的女儿是不是生来就得抱怨这世道的不公？太后死前问我是什么时候想反的，是李玉成悔婚，还是随父兄出征？都不是，是更早的时候，早到我还是父亲最厌烦的女儿那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不察也。故经之以武士，教之以戒而索其情。1月到，2月天，3月4月降，5月出去！女孩子家家不学女红学打仗，你是想将来骑在婆母头上给宋家蒙羞吗？阿空，你真的很贱，非要争强好胜让我丢脸。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疼爱你了。我哭得撕心裂肺，不是为了他的疼爱，而是因为他从未疼爱过我。爹爹根本不喜欢我，他讨厌我，再也不要读那些破兵书了，我再也不要努力了。不行，傻子，你以为他那是不喜欢你，他那是怕你。他怕你身为一个女儿，竟然能超过他那个宝贝儿子。他怕你，你就要当软脚虾。他如果不怕你了，就会彻底忽略你，最后连打都懒得打你。我宋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不争气的女儿？哥哥也是你的亲儿子，你不怕我超过他，毁了他吗？你父亲那种脑筋不清楚的男人才会害怕，我有什么好怕的？你哥哥生来就有万千吹捧，而你万事都要自己去抢去夺。既然他怕你，你就给我争到底。娘累了，帮不了你，你要争气。我记住了我娘的话，直到她死，我对她的记忆都停留在这个瞬间。她死得早，她不知道，我爹的脑筋其实比谁都清楚。因为被恨着的人总能感受到对方的恨意有多深，他应该怕我，必须怕我。可讽刺的是，在杀伐征战中，他又渐渐离不开我。我娘死后，我便移了性情，再不出半点风头，只与他们卑微示好。我收敛了所有锋芒，成了他心中那个百依百顺、合格的女儿。华空，你也到了年纪，过几日随家里的长辈去春日宴，寻个好婆家，莫要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殿下在愁如何作为替子奔选，去讨太后的欢心吗？建功立业，兵法韬略。华空，只有你懂我。那时的他很需要我，我陪他逐步图谋，步步顺意。他成了太子，我成了默认的太子妃，父亲再也不敢轻视我。兄长，此役若成，你便是宋家军真正的战神，去吧。可他不知道，那是能胜却必死的局。他心爱的儿子会被穷途末路的边族残兵冲散，被刀枪剑戟砍到体无完肤。华空，我虽冷落你们母女，却从未在痴上苛待过你。你当真能恨我，恨到要我的性命？爹，您误会了，倒也不至于恨到那个地步。
我只是不想再过那种屈于人下、仰人鼻思的生活。在军营这些年，我忽然明白了，手握军权的感觉真的太好。在那里，我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我做了得到回应，人人都得吹捧我、敬畏我。爹，我回不去了，我再也回不到那种深宅大院里，去过曾经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所以，阻碍我的人，统统消失吧。皇后娘娘，这罪臣之女宋叔叔该如何处置？让她入祠堂吧，反正里面已经有2个我害死的人了，不差她这一个。我已经有了足够满足的东西，什么一家3口天伦之乐，对我来说早就无所谓了。儿子降生后被立为太子，群臣借口开枝散叶，鼓动离选选妃。起初他态度坚决，可后来慢慢变了。他渐渐改掉了依赖我的习惯，开始学会做真正的皇帝了。不想让皇后太操劳，朕要好好理国。以后这些折子，朕自己看。这些年，他已经褪去了野兽般的志气，成了一个成熟聪明的男人。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满心只有我的少年了。华空，朕现在像不像你想要的皇帝？遗憾是有的，只是我还没把心交出去，来不及动。朕要体察民情，独自去民间私访3日，皇后不必挂念。回主子，位置已标记在柳郊农庄。华空，朕这次见到许多边族人，那里的歌舞风情真是令人怀念。皇上喜欢，便常去散散心，臣妾支持。皇上受惊了。华空，朕能死里逃生，幸而有你。这2年，他甚至很久没抱过这个孩子了。天冷了，皇上该放太子回寝殿了。华空，你说朕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该登上这个皇位？我是不是就该乖乖的待在你身边，一辈子只做你的离贤？不知道，你当初是被我用木箱子抬回来的。你要是怀念以前，不如现在去钻进那箱子里试试，看还合不合身。我们分居已经3年了，李显，你更了解他们的战术，这次要不要御驾亲征？华空，你说，战争真的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不然呢？我们或许该派个使者过去，尝试谈和。杀了那么多人，总该有个头。你原本就是边族人，对他们心存怜悯，实属正常。报！我军奇袭成功，边族主力溃散，我军大获全胜！你是故意的，你明明知道这一仗会胜，却还要带我来看这些。你是想要我亲眼看着，逼我和我曾经的母族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他错了，我不是让他来做了断，我是自己来做了断。李显已经彻底被抛出了我的世界，他再也共情不了我的喜忧。既然无用了，就该让他离开了。看见了吗？皇上的脸跟那帮蛮夷长得一模一样。刚才他扶那个边族人，那眼神软的像什么样？咱们弟兄的血都白流了。流言传得极快，他们甚至开始怀疑那个曾作为黑狗的李显骨子里还保持着兽性，对未开化的蛮夷有着天然的情结。咱们天天看着兄弟死在战场上，这种屠族的仇恨，谁能忍？我帝王叛国，国将不国，这不仅是咱们的利益，更是国仇家恨。娘娘，当初玄王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若没有您当年被指挥黑狗的惊天之举，哪里会有今日的玄王？这江山，这战功，皆系于娘娘一身。真正掌握着大周天命的人，自始至终只有您一人呐。陛下与娘娘伉俪情深，臣等本该倾慕，但如今陛下心向边族，国之尊严高于一切，
望娘娘当机立断，替天行道，归恕陛下。传我将令，将此次俘虏的所有边族人，全部发往正武荒地，斩首，一个不留。娘娘，我错了。我曾不忠，有了其他女人，有了其他孩子。我以为你能容忍，甚至在心里怨怼你，对他们痛下杀手。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满心只有你的李玄，你背叛你，我罪大恶极。你教我识字，教我做人，可当人真的太复杂了。人的欲望根本填不满，我想要知足，却控制不住去想要更多更多。曾经我的世界全是你，可所谓的更多，最后全变成了欺瞒你的谎言。华公，人心太杂了，我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欺了你，负了你，可我还是想求你，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我给不了你答案，离贤，我只问你一句。你在边族过着畜生都不如的日子，那些非人的折磨，你全忘了吗？我没忘，恶人把我关进箱子喂我生肉，可母亲却曾用乳汁哺育过我。华公，你待我这样好，可我还是想要一份同族的归属。我想要他们认可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怪物。我看着他，竟然生出一丝妒忌。为何他经历了地狱，还能记得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温存？为何我能将母亲的哺育忘得干干净净？哦，我想起来了，母亲从未哺育过我，喂养我的是那个领着工钱的奶娘。我明白了，既然如此，边族还没灭国，明日一早，我放你离开。华公，你哪怕有一刻真的全心的爱过我，都不会对我如此舍得。我当然是舍不得你的，可是离贤，你不能要求一个自小从未被全心爱过的人，去毫无保留的爱另一个人，这不现实，我也做不到。我信他曾经全心的爱过我，但他爱得太短了，短到还没来得及教会我如何回报，他就变了。他也知道我们之间再无可能。昨夜他欲言又止，终究没再开口。对他而言，结果不达标便是没功劳，没功劳就没资格留在我身边。我带他来这儿，名义上是散心，实则是为了断绝。离贤，你只有一次离开的机会，在马蹄踏出10步的时候，我将射箭，同样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是不是死定了？不，你可以赌，赌我的不忍心。虽然你再不会施舍一个眼神给我，但我信你，我一直信。所以，用尽全力跑吧，像离贤的箭一样。放箭！他赌输了，或许他从踏出第一步起，就知道这是一场必输的赌局。原来，这样一个鲜活勇猛的人，消失起来也是那样的快。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是因为刚才沙子进了眼睛的刺痛，还是因为离贤死了，我的心在痛吗？或许都有，但或许都已经不重要了。玄帝本是天上的黑犬化身，这一点
诸位爱卿当初在临河前也是亲眼所见的。此次征战途中，陛下气血神衰，轰势过于突然，等本宫带人去收敛时，身体已然消失。或许他的年岁如同犬类一样到了极限。娘娘圣明。母后，父皇最后他是悔的，他临走前一直念着您的名字，他早就后悔了。可父子天性，终究是让他痛苦万分。他从太师那里，从圣贤书里学到的知识都在告诉他，他的父皇作为人间天子，本该如此。母后，太师说父作为人间天子，天子为什么就不能三妻四妾，儿女满旁呢？当然可以。洪昌，你记住，任何人，男人或是女人，想要三妻四妇，享其人之福都可以。你父皇之所以不行，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因为我比他更强，所以我说不行，他便不能。你要变得很强大，强到这天下再无人敢忤逆你，到那时候，你才能做一个千秋万代左拥右抱的帝王。我会陪着你的。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我依旧学不好如何与他相处，但我总不能像我的母亲那样，丢下他一个人单打独斗，不为别的，只因为我厌恶透了那样的母亲。修和生，羞羞的国师是什么？洪昌开战！战端一开，受苦的是百姓。这10年，我放下了长剑，去拜访各家杰出才俊的府邸。我想看一看别人家的母子到底是怎么相处的，但我发现，我们这种母子，注定无法平凡。臣恳请太后下旨彻查。看着这群意气勃勃的年轻人，立志要撼动我的决策，推翻我的模样，我看着他们，就像看着曾经那个孤身闯入军营的自己。他们终于想要撼动我了。看着洪昌和他身后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心底竟涌起一种终于养成了什么的骄傲，有些欣慰，也有些苍老。母后，是不是儿臣前几日顶撞您，让您伤心了？您别生气了，朝堂上的事，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谈，好不好？我只是没什么好教你的了，洪昌。你长大了，也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但是，你要给我死死记住，你是皇帝，皇帝的决策永远不允许他人左右，明白吗？娘，您觉得我真的可以吗？不可以的时候就来找我，我又不是不在。睡够了，传我将令，叫上副将，去练兵场。我终归是没有老的，能做的事还有很多。生于皇家，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可靠的，唯有这手里的精兵，才是最保险的退路。或许终有一放权，垂手接受他人的馈赠，但那得等我死的那天了。